這個二道販呢，說他家有台寶馬的獅子頭摩托車，他說這車是當年搁道裡收貨的時候一起整出來的，整回來騎了幾次就找到了現在这個大妹子，然後他就和他家的二媳婦分開了，再然後這車就一直閒置到了今天。現在他倆要去蘇州那邊倒騰海貨生意，這次他回來就是要把家底兒還有老房子都一起賣了。車我是12000買的，有點貴了，因為在討價還價的時候我沒有發揮好，但我在他家又偷摸的順了點其他的東西。雖然這車咱倆買的有點貴了，但他拍的胸脯和我說這車呱呱的，回家換個電瓶加上油就能騎了。更何況那個老鄧骑着它都能没開3度，這杆還有個加熱把手，但是車的鑰匙卻找不到了。不過這也不要緊，只要你能查3个数，我就能給它整開。以後你車鑰匙要丟了的話，記得給我打電話，我去救你。我繼續拆下他的車座，它這裡面竟然是一個電子調節的避震器，這玩意兒我估計都能值個2000多。我直接給它接上外接電源，儀表的燈亮了，風擋還是電動的，這車的配置老高了。我以為咱倆撿了個大漏，我就衝你咧上了大嘴，但是它卻不能啟動。就這個時候的我還傻嘚喝的以為它是停的時間久了，開關觸點氧化導致的接觸不良，但我拆開了卻依舊發現它只能嘎噔。我又以為是我的線沒有接好，但病真沒有擱這兒。憑咱倆有限的經驗，這個車應該沒有像他說的那麼呱呱的。我飛快地拆下它的外殼，找到它的啟動馬達，我準備給它直接通電，這樣可以用最簡單的辦法排除它的線路是否有故障。因為這車咱倆買的真的有點貴。完了個嘚，我直接用線連這兒都沒有反應。現在要麼就是這個啟動馬達壞了，要麼就是它的發動機內部卡死，這活又壞菜了。我趕緊的拽下它的啟動馬達，感覺齒輪這嘎就像急死了一樣。我又去盤了2下發動機，發動機沒事兒，看來問題真就出在這個馬達上面。我再次給它掐上電，短接它的接線柱，但是它依舊沒有反應。欠揍玩意儿！它這個馬達應該是擱置時間久了，生鏽卡住的原因。我給它敲擊震動一下，它就酸快了。它嚇唬我，我還以為是發動機也完蛋了呢。现在它這個發動機已經可以丟溜轉。我繼續拆下它的油箱，這個管已經鏽死了，一會兒得給它清一下。而且這個油箱也是老威樣大了。重要的是，設計師為了這車的輕量化，竟然沒有給它設計主車架，你得給它點個讚。它的鋼頭都能抵上我3個拳頭大，而且它的脖子還這麼粗，這車的動力得老猛了，並且前面還是3根減震，它的舒適性也得呱呱的。現在我要拿上改車寶典，再拆下它的行車電腦，去找外援來解決它的防盜芯片。拆下它的汽油泵，挺乾淨的，接了電源好用。清洗了油箱，乾淨。摳下它的高壓包，拽出花塞，並且做了測試，這些玩意兒全部都是好用的，真給咱倆省錢。然後我又給它打了鋼壓。它這嘎有10個壓力泵出來，夠用了。這車的動力也老猛了。順便再偷摸告訴你個秘密，買二手車保值有保障。加上了汽油，
這車已經滿足所有的找車條件，可以嘗試啟動了，祝咱倆好運。按了个灯儿，这车现在算是能打到，但是一打到呜呜的，有点像飞车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顺着排气管子突出冒烟，并且还喷了这么老些机油。这车并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好。唉，赔一根吧。我真是眼缺了，这么老贵的车都买瞎了。它现在一启动就呜呜的飞车，我觉得这个病倒没啥。无非就是油门卡死，进气量太大，也或者是喷油量太大，就那么几个原因。排打起来还是挺容易的，但是它呼呼的冒烟，还喷出来机油，这大概率就是发动机内部的问题。这个未央车买的真巨囊人呐！我拽一下它的进气压力传感器，有点埋汰，但罪不该死。我清洗了一下，给它怼了回来。好家伙，它的喷油嘴不刮是正常的，没有淌油，这些都是完好的。我用了宝马的钻尖，也没有堵到故障码，它没有按照传统的套路去坏，我有点懵。不过我却发现了这个钮，它这嘎画了一个定速巡航的标志，但是这车却是油门拉线的。那么按照正常的套路来说，这车还需要个小电机才会实现巡航功能，这个就应该是它的控制盒了。但是出来的线却拽不动，我順着線給它往後捋，它兜了一下，穿到這個小黑盒，我給蓋子扣開，果不其然，這嘎穿不動，病就擱這兒了。看不看？就是现在这嘎急死了，导致的这一切。然后我给这個線吃了點 WD-40，反复的給它通溜，直到它順滑為止，再給它怎麼拆怎麼裝回去。這個飛車的病，我覺得就算是解決了。然後我又順手清洗了一下它的節氣門，我要再次嘗試啟動，祝咱倆好運。耶！哎呦我操，这老爷，后头。现在它这个一启动就呜呜飞车的毛病已经解决，怠速平穩，但仍然順着排氣管遲遲往外傳機油。這個病恐怕要大修它的發動機才行，但是修這個發動機我也沒有太大把握，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去召喚你三舅老爺來幫忙壓下他。本來這車咱倆買的就不便宜，我以為轉手賣給董老大，咱倆掙個千八的也挺好。結果現在還要去修他的發動機了，所以現在我要動用我的狗伎倆，召喚我的分身出來幫忙。
不对呀，這也是它的廢氣管。按正常來說，它不應該堵，它堵了就會導致燒機油，嚴重的話也會順着排氣管往外傳機油。有沒有可能真就是它堵了導致的這一切？請原諒我不是專業的修車師傅，沒有足夠的經驗，不能準確的尋找問題的所在。但這個管肯定不對，而且這嘎也是堵得等等的。我覺得問題的根兒就在這兒了，應該以前就犯了毛病，他沒有去修，然後忽悠咱倆說這車呱呱的，並且還這麼老貴的賣給咱倆。我打開它的缸頭蓋，裡面誠心的用了內窺鏡看了一下它的燃燒室，這氣缸的內部都非常的完好，我覺得這個病就出在這根廢氣管上面。我趕緊的把造車必要的零件簡單的給它安回去，我要試下它，驗證咱倆的猜想。哎，小了，什么？小了，就是他的病。大概找了1分来钟，這個煙就小了很多，也沒有噴機油。這個卡頭旋一根管堵了，折騰死咱倆了。也幸虧我足夠的雞賊，又有點那麼細心，發現了這個病，要不然咱倆誇一頓拆發動機，還沒發現病。現在咱倆要趕緊裝車，再出去試一下。经過了一頓物流，我終於給他安利索了。他的樣子有點酷，而且造型很是魁梧，難怪那個卡頭騎着他都能梅開3度。但是他有點埋汰，咱倆要去給他洗車再出發。